就读大一时，有天廖师母跟阿三悟说，他弟弟林朝琴教授的基督教长老教会所属东门教会将举办义卖活动，需要找人设计海报，希望阿三悟能帮忙。于是阿三悟就画了4张海报，分别贴在东门教会、万华教会、双连教会跟淡水教会宣传活动。当时双连教会的幼稚园园长林胜雷女士在看到海报之后，觉得画得非常好，便向林朝琴教授打听，并约阿三悟在师大见面。他一看到阿三悟，发现他只是一名学生，感到很惊讶。相谈之下才知道阿三悟在跟廖老师学画，更是感到亲切有缘。原来早年在家乡台南时，林女士也曾跟廖老师学过画。林女士问阿三悟有没有兴趣到双连教会幼稚园教儿童美术，阿三悟开心地答应，并感恩有这样的机会。由于有林胜磊园长介绍阿三悟打工的机会，他才有办法在大一的时候就开始画油画，不用像其他同学因为考量油画昂贵的材料费用而选择画水墨。林胜磊女士除了自己跟阿三悟学画，也介绍朋友们来当阿三悟的学生，像是国华广告董事长夫人姚玉婉女士等。他们除了学画之外，更是向亲朋好友们推荐阿三悟的作品，让阿三悟在大学时代就能在经济上奠定一些基础，更是帮助阿三悟未来出国西班牙深造的重要推手之一。阿三悟2年级时，有一天林胜磊园长问他说：“你有画观音山的作品吗？”猜想阿三悟当时心里的 OS 应该是：观音山吗？那可是我写生的热点啊！当天阿三悟画好速写后，就依照林园长的指示，将画作送去台北车站对面的中华证券公司，交给当时的副总经理，也就是辜连松先生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林胜磊女士是辜连松太太的亲姑妈。至于为什么当时要买一幅观音山的画作呢？可能是因为辜连松的叔叔辜冠敏先生当时待在日本不能回来台湾，所以家族成员要送一张家乡风景的作品，让他解忧乡之苦。他说：“那你还没有别的画？”我说：“有。”那时候我画一些那个浪嘎万华那个地方一些房子。然后他那时候我是大2，就说一张画就是台币600块钱。后来刚才就开始做买很多。所以我大2、大3、大4，然后是毕业，然后到每一个时期，当然每一个时期每一年他都有收藏，一直到现在，他常常跟我买画，所以他是在我绘画创作的来说我等于是我的 sponsor 一样等于是最重要的一个贵人。就在观音山画作送达辜先生办公室2、3周后，辜先生和阿三悟相聊之下，得知阿三悟还有一些画作，像是淡水红楼、淡水河九水门附近的洋楼写生，色彩红红黑黑的。辜先生听到之后，就说那些地方是他小时候常去的，从此开始购藏阿三悟的作品。而辜先生早期在国际场合是以台湾玉为赠礼，后来改送阿三悟的画作给外国贵宾，因画而结缘，这一结就是半世纪的缘分。从阿三悟大学时期一直到辜先生过世的前2年，都还有在收藏，期间长达45年。从以前到现在，辜连松先生可以说是阿三悟最大的 sponsor 了。骆景明先生是辜连松先生的好友和长期合作伙伴。有天，阿三悟拿几幅画到辜先生办公室，让辜先生挑选后，将一幅故乡童年忆拿出来时，正好碰到他。骆先生问阿三悟要将画拿去哪，接着就要阿三悟将画卖给他。该画作是以半写实描写孩童骑在牛背上的景象，这是骆先生首次收藏阿三悟的作品。日后阿三悟有大小展览活动，骆先生都热心参与，也收藏阿三悟很多作品。阿三悟在学生时代因画结缘，遇到许多贵人赏识，才有机会能顺利的卖画。对于原本只想从事教职的阿三悟，因为学生时代就能以创作挣钱，他慢慢的建立信心，并立下成为画家的志向，